听得见我的问候？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？紧握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。拥抱很痛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一直在你左右，紧紧的守候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算是永久。想哭的时候就让泪流，别等到风景多看透。有些爱需要说出口，才能被感受。爸，这是我朋友练出来的估价单，你看看。20万啊！小弟啊，你朋友的刀磨得很利啊，真的把我们当菜头砍啊！对啊，比我男朋友的估价高出2万块，你不是说可以拿到更好的价钱吗？大哥大嫂，这叫做一分钱一分货啊！装修材料来来去去都是那几种，差不了多少的啊。这就是行外人说的话，单单是地砖、瓷砖、木材就已经有好几十种啦。爸，Mark 选的东西都是上等货，绝对不会偷工减料。我保证20-30年后还是像新的一样。装修工作又不是你在做，你能担保什么？爸，就算你不相信我朋友，也应该相信我啊！我怎么会随便介绍一个装修商来装修我们的咖啡店啊？Mark 在这行很有经验的，做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一样。话不要说得太早，要做出来了才知道。爸，多出2万块这么多哎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2万块我们又不是付不起，早点做决定就可以早点开工。小弟啊，你以为钱这么容易赚啊？爸要泡多少杯咖啡，我问你大嫂要卖多少碟饭，才可以把2万块赚回来啊？看来你们都赞成把装修工程交给信州的朋友去做。我没有这么说，我只是觉得装修费真的太贵了。看在钱的份上，我也会选信州的。大嫂，你不是看他不顺眼吗？你们的关系怎么变好了？不要告诉我你被他收买了。喂，你不要乱说话，我是以事论事啊，我谁都不帮的。是吗？我总觉得你们相信他多过相信我啊。我没有。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你去告诉你朋友，我考虑之后再答复他。爸，真的是物有所值，Mark是给我面子才答应帮忙的。我再想想。小弟，什么事啊？到尾头说吧。你干嘛这么神秘啊？这是银行寄来的账单啊，幸亏是我开信箱找到，要是被你大嫂发现了，她肯定会杀了我。你干嘛这么怕老婆？不是怕，我把我们去旅行的钱借给你，本来就是我不对啊。这账单，你放心，我会搞定。你有钱还吗？没有，你借我啦。我有钱借给你，就不用把账单交给你了。你也知道我的钱都在你大嫂那里啊。知道了，我不会为难你的。我约了朋友，先走了。喂，你一定要把信用卡的账单还清啊，不能让你大嫂发现呐。爸，还没睡啊？还没啊。哎，阿伟啊，你说我们咖啡店要交给谁装修好啊？我还是觉得不要装修，保持原来的样子最好。你怎么这样没有冒险精神呢？相差2万块不是小数目，照理应该给汪安的朋友做。可是如果不交给张焕，又担心他误会我们不信任他。那你的意思是？难得他这么关心家里的事，我能不支持他吗？可是装修之后又不能保证生意一定大好，干嘛冒这个险呢？不如把钱留着，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应急啊。我改变生计的营业方式，一方面是想完成张扬的遗愿，一方面
其实也是为了你。我张扬走了，张焕对咖啡店没有兴趣，将来我两腿一伸直，这盘生意只好交给你了。爸，你别说这种话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世事难料啊，趁我现在还健在，我要替你打算一下。如果我现在不改变，以你的性格，你只会死守这间老咖啡店，一直撑到它关门为止。我是担心你会亏了老本啊。你顾忌这个，顾忌那个，做事情怎么会成功呢？你知道张扬为什么提议新咖啡店不要卖烧腊吗？我们都知道你的兴趣是做糕点，如果没有了烧腊档，你就可以专心发展你的兴趣。你的意思是？爸希望你有自己的事业，那看准目标，放胆去做，爸一定会支持你的。爸，谢谢你为我做这么多安排。喂，没报啊。只不过是迟了一天，你就要求加租30%，你这么做，我们怎么答应你？我也没有办法，别人出的租金就是这么高，那你们不租，我当然是可以交给别人啦。Mabel，世奇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说到口水都快干了。连先生呢，还是坚持加租30%啊，你说怎么办？连先生，你好。不如我们各让一步，你减一点，我们加一点，加18%的租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看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连先生，帮帮忙吧，这是我们开的第一间店，要是租金太高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应付的。你们要知道，我们的店是在旺区，租金肯定是会比别人高的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再减给你们了。老公，谈好了没有？还不快走？我收拾一下，马上就好。连太太，你身上穿的是 Lefra 品牌的衣服吗？是啊，你也喜欢这品牌吗？你对这个品牌有什么看法？它的设计大方高雅，穿起来很舒服又合身。最重要的是，它产量不多，不容易跟人家穿一样的衣服。我们出厂的衣服啊，一个款式呢只做6件，想要跟别人撞衫，当然不容易了。哦，你们？Lefra 是我们自创的品牌。他是 Lefra 设计师，而我呢只是他的 partner。哦，是吗？老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最近是不是会推出一些新的设计啊？对啊，如果现在方便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看一些设计图啊。好啊。哎，这几款是快推出的设计，你看中哪一件，我们可以先送货给你的。哎，这一款，这是我刚刚设计的。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我可以帮你量身定做啊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如果以后需要出席什么晚宴，我可以帮你设计晚礼服的。太好了，给我你的名片，方便我以后联络你们。没问题。只可惜你老公的店租不成，要不然以后要找我们就方便多了。为什么租不成？原本租金已经谈妥了，可是连先生今天突然间要加租。我们一直把衣服放在百货公司的专卖柜卖，这次终于打算出来开店，可是我们是小生意，你知道了，租金太高，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应付。你们自己开店很好啊，很快就能打响知名度，树立品牌。老婆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连先生，你就照原定的租金租给我们，等我们生意上了轨道，再加租也不迟啊。我们可以不要再谈了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看到他们的品牌，你就照原来租金租给他们吧。
我相信他们以后一定开很多连锁店，到时候我们可以把其他地方的店面租给他们呢。对啊，如果以后我们开什么新店，一定会找你的。好吧，就看在我老婆的份上，那我就只加你们15%，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幸好你机灵，及时抓到我们服装品牌的粉丝。应该说是幸运才对，要不是连太太喜欢我们的衣服，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看来我们 Left Right 呢还是有实力的。好了，走了，我要去把连太太的衣服赶出来。哎，不错啊，我们的叶诗琪活过来了。人总是要往前走的，老是活在过去有什么用？现在事业和孩子是我的全部，我已经没得选择了。你好，我是来付汽车贷款的。哦，你请坐。我一直以为货车是一次过付款买下来的，并不知道有贷款这回事。为什么你们从来都没有把账单寄给我呢？哦，车子的贷款一直都是张扬先生在偿还，因为他过世了，我们只好把账单寄给你。你刚才说谁过世了？张扬先生啊，我们联络过他太太，他太太不打算继续缴付贷款，我们只好把账单寄给你。小姐，要喝点什么？一杯咖啡。哦，老爸，咖啡一杯。啊。喂，这个女的啊，从一进门到现在一直盯着老爸。是吗？是她。你认识她？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她是二弟以前的女朋友啊。Uncle， 来，这是咖啡。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小敏。小敏，小敏，真的是你啊？大哥，你好。好，哎，这位是我老婆美香。你好。你好。小敏啊，好久不见，你瘦了。我刚刚才知道张扬过世的消息。二弟是车祸死的，报纸也有报道，你没看到啊？我想要去拜祭他，不知道他的骨灰安置在哪里。我把地址写给你。你说过，我在你心里永远排第一位。我也相信我是你这一辈子最爱的人。看来我搞错了，我不知道你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，可是我不想知道了。我只想放下一切，不再去爱，也不再去恨。一直都有人来陪我，我的出现根本是多余的。我以后不再来了。
这辆都不是5号巴士。哎呀，我都还没上车。小朋友，快点上车啊！昂哥，你的车是3号还是5号？当然是5号啦！这么大的字你还看不到，你是不是近视？是。兔子明刮老板的头发。没有啊。你好好练习吧，打球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你说的。哎呀，不要玩，我跟你们讲。特地买了肉夹，请你吃的。你呀，一放学不把校服换了，又不洗澡，是顾着看电视，而且还看得那么近。以后会更好。哎呀，兔子明不玩了啦，我看不清楚。不是吧？看得那么近还看不清楚，你的视力怎么越来越差？妈咪，思琪，你看女儿看电视看得那么近啊，你就这样进房了，不说一说她？那都是因为他帮你说了很多好话，你要好好谢谢他。我什么都没说。干什么？回来校服都没有换，只会看电视。等一下，我看完就去冲凉。不要看，把饭吃完，冲凉做功课。妈咪，多10分钟可以吗？不要看了！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？是不是要戒指我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已经没有daddy了，你是不是连妈咪都不要？不是。思琪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妈咪。干嘛发那么大脾气？妈咪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妈咪心情不好，你先回房好不好？你去房间。思琪，你是怎么了？思琪，你不要哭好不好？我要怎么做才好呢？煮什么啊？哦，人参鸡汤是吗？哇，好香啊！这个是什么？枸杞排骨莲藕汤，明目的。明目的哦，是补眼睛的啊。哎，最近我看东西好像蒙蒙这样，可能是老花吧？是不是特地煮给我喝的？你试看咸不咸？哎，不咸不淡，刚好啊。嗯，这个鸡汤也不错的。哇。嗯，很好喝啊！没想到你真有一手。汤你已经喝了，现在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？哇，你心机很重哎！先灌我喝汤，再要我做事。人参鸡汤是给思琪补身子的，明目汤是煮给微微喝的。原来你要我送汤是要讨好老婆。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跟你老婆的恩怨不是一碗汤可以解决的。再说，我根本不想帮你。可是你已经喝了我的汤啊！哎呀，早知道你那么狡猾，我死都不喝你的汤啊！那现在怎么样？帮还是不帮？不帮。想要我帮你收拾烂摊子，门都没有了。思琪身子虚，脾气又大，真的好好补一补的。你做了对不起老婆的事，现在煮一点汤就以为可以讨好她。好啦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？不好。上次送算盘子，这次送汤，不知道的人啊会以为我对你老婆有意思。你光明正大，心里没有半点邪念，你有什么好怕的？就很难说啦，人是感情的动物啊。要是突然间起了邪念，爱上了她，她也不小心爱上了我，那怎么办？不可能，我老婆不会喜欢你的。喂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条件很差。
不是，你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就是咯，我送汤给他喝，一定给人家说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如果不肯帮我的话，就没有人能够关心思琪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他竟然动手打微微啊？不是吧？他不是很疼微微的吗？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他打了微微以后，自己也哭了起来，而且哭得很伤心啊。我想他真的需要人家听他说说话。他是不是因为堕胎就得了忧郁症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看他哭那么伤心，我心里也是很痛。那，你也不想看他垮下去，永远站不起来，对不对？那好了好了，算我上辈子欠了你，这辈子要还了。你的人真好，你那么好，下辈子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Sorry 啊，下辈子我做猪做狗也不想再见到你了。给你10分钟，不会等你的，马上就好。哇，速度这么快！这3个颜色应该 OK 吧？Hello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不就是我了？来，人参鸡汤啊，补身子的，趁热喝。不用了。不用了，那怎么办？我已经送来了。跟他说我熬了很久的，叫他一定要喝。你喝啦，我熬了几个钟头，很辛苦的。他不喝，那我喝咯。不能让他喝。哦，你想喝是吗？啊，可以，等你以后动手术的时候再炖给你啊。你揍我啊！谁叫你不识趣啊？抢司机的东西。够了，我真的不要喝，谢谢你。你身子要好好照顾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日子也要过下去的嘛。是啊，人家连送补汤这么老土的追求招数都用上了，就算你真的不喜欢喝啊，都要喝一口的，是不是啊？不要乱讲话啦。只可惜啊，思琪受的打击太大了，你这么心急会把他吓坏的。你再胡闹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要走！我送汤是被逼的。被逼？谁逼你啊？张扬。张扬？我这一生最大的不幸，就是认识你的老公。因为答应他要照顾他的家人，所以你一家大小事我都要插手。是哦，原来你这个人天天都不用做事，只管家闲事就够了。对啊，我没事干啊，我只配帮别人擦屁股。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粗俗的？我本来就是粗人一个啊，不像你们个个都是女强人。其实张扬对你的托付是以前的事了，那我现在会照顾自己，所以你以后不需要这么辛苦了。我知道你很坚强，我对你只是关心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我煮的汤你喝吧，没别的事，我不打扰你了。你的汤我接受，不过你以后不需要再送东西来了。听到吗？他留下，人啊可以走了。我去做工了，你不用赶，我自己会走。记得叫他喝汤。你说你会喝的哦，不要让别人喝啊。送给我，我也不要。谢谢你啊。满意了，可以走了吗？通好了没有？怎么那么久？5、6、7、8的，不知道塞了什么鬼东西，为什么总是不通的？你可以快一点嘛，微微要放学了，如果迟到的话，他就坐校车走了。你叫我怎么快？我又不是神仙，我不动手，水管会自己通的咩？哎，除了神仙，鬼不是也有法力的吗？你在说我啊？你不是鬼，难道我是啊？快发功啊！水管通了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发一次功要消耗很多元气的。不要也行啊，那我们就不去接微微喽。那跟你说清楚啊，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。知道了，这么啰嗦，喂，你不想走啊？
只鬼，最有用的就是这一次了。给走了没有？怎么还没出来呢？你急什么？放学的时间还没到。我急着见我女儿嘛。你虽然不是个好丈夫，但还可以算是个好爸爸哦。我说错了什么？有了老婆还要养情妇，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，好不好？你怕人家说就不要做。微微出来了，哎，微微，拜拜。嘿嘿。哎，安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哦，我刚好经过，就来看看你放学了没有咯。来，我带你去吃东西，再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微微想吃什么？当然是汉堡包啦。什么都可以，不过一定要有 ice cream。跟他说不可以吃雪糕，会闹肚子的。来，你要吃什么都可以啊，昂哥带你来。家不要揉眼睛，小心细菌感染。哎，是不是沙子进去了？来，帮你吹吹。眼睛怪怪的，有时蒙蒙看不清楚。我看微微是近视了。上次啊，上错巴士，后来看电视看不清楚。近视喝明目汤有用吗？我想应该是有用的，不过最好是带他去配一副眼镜。这个很好看。我不喜欢。安哥，我要这个。这个啊 ，OK， 可以看看吗？这副质地没有我刚才选的好。OK， 哇，这个不错啊。安哥，我想要这个。跟他说我选那副比较好。意见多多，到底要哪一个？那个。眼镜是微微要戴的，应该尊重微微的选择。哦。来，小姐，我们要这个。为什么像蛮不讲理的，都不听我的话的？小姐啊，最快几时可以拿？大概3天吧。那先生，我带小妹妹去检验。哦，好，来，小妹妹走，带你验光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买这副给他，因为你贪便宜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是尊重。小孩子懂什么是尊重呢？他们只选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根本不管品质好不好。买东西最重要的就是孩子自己喜欢。要你天天穿一件自己不喜欢的衣服，你愿意吗？我这件衣服已经穿了很久了。哎，怎么不走啊？还用问？他想进去玩。安哥，可不可以进去玩一下？你看，我多了解微微。了解又怎么样？你不能带他去玩。啊？哦，我是说，你公公不是要你早一点回家吗？哎呀，玩一下就好嘛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玩了，以前Daddy都是没让妈咪知道，偷偷带我来的。哦，是吗？你Daddy就是这样啊，也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是瞒着你妈咪偷偷做的。敢做就不要怕人家知道。安哥，你这里是不是有问题？你为什么这样说我？没礼貌。那你为什么自己跟自己说话？你还笑？我没有笑。来听我讲，游戏中心是不准小孩子穿着校服进去玩的，而且你公公在等你回家，改天安哥带你来 ，OK？ 就买一套新的衣服给他穿吗 ？Please。我赢了！大欺小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不用怕，Daddy帮你。再来。来就来啊，怕你啊！喂，干嘛你？你不能抽你！6、7、8的。安哥，你看错了，不是5，也不是6，是 S， 哈哈，耶！
你近视看错了。哎，我的鞋子不是在地上吗？啊？是刚才明明什么？哎，都讲了，你近视看不清楚，所以啊，你的眼镜配好了，一定要戴，不然的话近视会越来越深的。OK？ 哦。OK， 很好。还说我，你也一样说谎啊？那你要我怎么说？干嘛无缘无故带我来买鱼竿了？家里的鱼竿很旧，我想买一只新的送给你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钓鱼了，买了也没用。以前有二哥陪你去钓鱼，他不在，还有我啊。你二哥最怕鱼腥味，可是他还是常常抽空陪我去钓鱼，真是难为他了。爸，买了鱼竿，这个星期天我陪你去钓鱼。钓鱼又有耐性，不适合你。有时候坐上一整天了，都钓不到一条鱼，对你来说啊，太闷了。怎么会呢？我可以跟爸爸说说笑，聊聊天啊。看，这只还不错嘛，拿在手里还蛮顺手的。哇，太贵了啊！贵有贵的好啊，买便宜的钓没几次就断掉，那不是很不划算？哪有那么容易断？那你想想看，万一一条大鱼上钩，钓竿却在那时候断掉，不是很可惜吗？你说的也有你的道理，所以我才说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就像我朋友一样，他的装修费虽然贵了一点，但绝对是物有所值。爸，相信我，我已经问过几间装修公司，他们的回复都是20万以上。这样看来，还是文安的朋友开的价钱公道啊。价钱太低也要提防，万一他的手工粗糙或者偷工减料，那我们的钱不是花得很冤枉啊。爸，要钓大鱼就要用最好的鱼竿，付多一点钱绝对是值得的。好吧，看你朋友什么时候有空，约他谈一下。好，那马上去安排。安可，你的咖啡店的位置有限，所以在你们之前给我的草图上，我会做修改。这里会设一个柜台，是收银处。这里是递送和处理食物的地方，不管是茶水、糕点和烧腊都会在一起。不是，我手上不是这样有些子的。地砖的样本，粗面和滑面的都有，你看看你有没有想要的？爸，如果这些不适合，妈可以带多一些样本给你看看。那你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啊？最快也要下个星期。下个星期也好，因为我的媳妇跟儿子要出国旅游了。爸，怎么可以呢？这根本不是我们理想中安可，的设计。你选好地砖，我就可以下单拿货。不过你得要先付定金。我知道，定金是20%，我先开张支票给你啊。喂，只付20%的定金，我只够钱买材料，没多余的钱给你啊。爸，妈说材料很贵，可以加多2万块吗？为什么要加多2万呢？不是讲好是28%的吗？对啊，可是最近建筑材料涨了很多，4万块是不够的。好吧，相信你。怎么只有1万？另外1万等工程完成，收到了尾数，我再给你。好吧。怎么突然起这么大的风啊？可能是要下雨啦。总觉得阴风阵阵。哪有啊？再联络。吓死我！什么事啊？上面 call 你回去啊？不要乱说话了。不是天堂 call 你，就是地狱 call 你了。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。
小弟啊，连爸的钱都要骗，你说不说气死我？小弟骗了安哥什么钱？就是装修店面的钱啊。他一直要朝着用自己朋友估价，可是价钱就比你朋友估计多出2万块钱。决定权始终在安哥手里，你怎么能说是你小弟骗的？就是爸不想让他失望，才让他的朋友来做装修的。可是这个家伙却跟他朋友要回扣，多出那2万块钱放进自己口袋啊！哇，你弟弟真的不是人了，连你爸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要吞了。爸那么疼他，真的没有想到他会下得了手。这种人啊，应该教训才对。怎么教训？把真相告诉安哥啊！我不想伤害爸啊。不是吧？你想包庇你弟弟？不是啊，爸最疼的是小弟啊。如果让他知道小弟连他钱也骗的话，他会受不了的。隐瞒下去，问题会更严重了。这次成功了，他可能会再骗第2次、第3次。不要再说了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没办法插手，就让我来吧。哇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会眼睁睁看着安哥被骗的，我要主持公道。你不要太鲁莽啊！我不忍心看到爸受到刺激的。我有分寸的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哎，早，早，这么有空过来啊？哦，我顺路经过来看安哥。哎，他不在。哦，他出去买点东西。你要喝什么自己来，不招呼啊。好了，忙你的。有些人的脸皮真的是厚的连子弹都打不进去，明知道不受欢迎，还有事没事跑来这里献殷勤。你在说我？你不是最厉害拍我爸的马屁吗？结果怎么样？装修工程的事还不是交给我？你说，我爸是相信我，还是你这个外人？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连自己爸爸的钱都要骗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人了。饭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乱说啊！你不要随便诬赖人。人在做，鬼在看。你跟你的朋友吞了你老爸2万块的装修费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？你胡说！我爸的钱就是我的钱，我干嘛要这么做？你需要钱可以跟安哥说，为什么要骗他？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让他知道，他会多伤心多难过？你闭嘴！我家里的事轮不到你管。我只是看在张扬的份上，才给你这个机会。你最好跟安哥认错，不然的话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告密啊！你不要在我面前假装这么君子。你接近我爸，讨好爸，也不是为了他的钱。我不管你说什么，机会已经给你了，你最好好自为之。小人！哈，你真的在这里？你不在楼下卤叉烧，你上来干什么？爸回来了。废话，他还没回来，我有空上来啊？那我还是不要下去。干嘛？不敢看到爸？你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吧？不是我，是小弟。小弟，他又闯祸了？没有了，没事没事。喂，什么没事啊？我是你老婆啊，我会不了解你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你不要问我啦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啦。好，不问，你自己跟爸说。我不行啦，不能告诉爸，爸会受不了的。看来不是一件小事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不要瞒住我啊，说啊！好了，是小弟骗了爸2万块装修费啊。2万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刚刚小弟跟文安吵架，我无意中听到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做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一定要小弟把钱吐出来，我去跟爸说。不行啦，你说出去会天下大乱的。小弟这么过分，你怎么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不知道？可能是文安在乱说，小弟应该不会这样的。他肯定有问题呀，不然装修费怎么会突然间多出2万块？不管怎么样，总之我们现在暂时什么都不要做，好不好？什么都不做，那钱就没有了。我现在很乱，你让我想想再说了啊，想想看。我
我看难不难？哇，是小苏！竟然买车了！啊，完了，钱没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小弟，花了不少钱吧？还好啦。小叔先带你去兜一圈，等下再回来载其他人，好不好？我看啊，你应该先载爸，这辆车他也是有份的。我去叫公公出来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爸最有资格坐你的车了，我说错了吗？公公，你看小树的跑车好酷哎！那当然啦，等一下你坐上去就知道这辆车跟公公那辆很不一样。爸，上车吧，我带你去兜风。你干嘛打我？这一巴掌打得太迟了。赶快带薇薇上楼吧。哦，薇薇，我们先上去。你从小到大做错事情，我从来没有打过你。我今天打你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做事情黑白不分，只会乱花钱。我早就告诉你，我要买车啊！如果你有钱的话，你可以买，可是你没有本事，却联合外人来骗你老爸的钱。我没有，不要狡辩。难怪你要我多开2万块钱给妈，原来这钱都进了你的口袋。是谁说的？是哪个混蛋在我背后重伤我？若有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有钱你说，不要骗。我开口你会给吗？你就只会叫我开你老爷车。是，钱是我拿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是想借来用一用，又不是不还给你。小弟啊，这样哪里算借？对呀，快跟爸认错吧。我认错，他就没有错吗？我不是3岁小孩，我有自尊的。你当众打我、教训我，算什么？你爱面子是吗？那你就不应该犯错。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舍不得你的钱。我不是心痛我的钱，我是心痛你的行为。我从小怎么教导你们的？我们做人要光明磊落，问心无愧。没有钱不用买车，可以坐德式大巴士，为什么要骗呢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失望？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。在你心里，我连一个外人都不如。姓周的说了几句重伤我的话，你就这样对待我？这不关文安的事，你自己做错事情，你为什么还要怪别人啊？我不只是要怪他，我还要怪你。我是你儿子，用你的钱是理所当然的事，我才拿你2万块，你送给周文安的是3万块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计较，是不是我要每个人都给3万块钱啊？爸，你别这么激动，小弟啊，不要说了。为什么不要说？你们不也是这么想的吗？为什么要给那个人搞得鸡犬不宁？他以为这样可以打击我，我没那么好欺负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你敢？那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不原谅就不原谅啊，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啊。我令你失望是吗？我不配当你儿子是吗？好，我走得远远的。你张开眼睛看看，那个人能不能取代你的儿子？小弟，让他走吧，当我没有这个儿子。若你听得见我的问候，那是什么揪着我的心头？谁抚平你泛皱的额头，牵过的手放在谁背后？若你看得见我的笑容，那是什么紧锁着你的眉头？我在你身后，你更自由，看着幸福从指尖流走。一直在你左右，却不能拥有。或许更明白什么才是温柔，拥抱很短，等待却很久，才让这一次的遗忘变成下一次的哀愁。